这又是一部打脸整个韩国的电影，主人公却只是一个女高中生。她开着挖掘机，直接铲掉了徐伟政客正在睡觉的卧室，看着又帅又解气。但如果韩国法律可以保护良善之人，韩国警察可以惩罚霸凌之人，她原本只需做一个天真不知愁的少女啊。这女孩看着秀美柔弱，却纹了整整一胳膊大花臂。上午刚一打人被法院宣判劳改，下午就把被打的人又揍了一顿。这3个人可不是好东西，一直霸凌她和弟弟。她拼得鼻青脸肿反击，才能震慑他们。当年妈妈病重将死，而爸爸老实巴交，弟弟还小，妈妈只能央求他保护家人。他退了学，又纹了一整条花臂，有谁敢欺负家人，他就撸起胳膊往上冲。可女孩子哪有不爱美的？她平时总戴着臂袖，把有纹身的胳膊遮得严严实实，天再热也不肯摘。她对无能的爸爸不是没有怨，平时爸爸开饭馆忙，喊他帮忙收银，他会去帮忙，但绝不搭理爸爸。只有选择劳改项目的时候，才泄露了一丝他对爸爸的依恋。他选择了开挖掘机，那是爸爸下岗前的工作。就算老师嘲笑他， 여자가 없다니까? 나도 할 수 있는 걸 배워야지. 可女孩还是学，还学得比男人都好。这天刚下课，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她爸爸持刀抢劫，还抢了一辆车逃跑了，让她有消息一定通知警察。女孩难以置信，只能怒气冲冲地对警察： 아저씨 같으면 연락하겠어요? 警察无言以对。说到底，女孩并不相信那个怂怂的爸爸敢干这种事儿。可回了饭店，爸爸的确没在，只有弟弟饿得饥肠辘辘。他赶紧给弟弟做饭吃，可弟弟一边吃饭一边试探着问自己要不要也纹一条花臂。姐姐没听出异样，直接露出胳膊上的纹身：有我在，不会叫别人欺负你的。弟弟乖乖的点头。可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就把他叫到医院，他爸爸车祸昏迷了。警察懒得和女孩解释，让他等明天爸爸醒了问他，自己施施然走了。女孩感觉问题不大，看着胡闹完睡得死猪似的爸爸，扭头也回了饭店。看到店员们无所事事，还捣乱说让他们放假算了。可店员们并不愿意，上个月工资就发了一半，这个月又老放假，他们可挣不了多少钱。就在此时，送货的老板也来了，他开口就是讨要拖欠了好几天的费用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气冲冲赶去医院，可护士却朝着他大喊： 찍으시면 어떡해요? 전화도 안 되고. 原来他爸爸其实脑部重伤，急需做手术，却找不到家属签字，现在正在破例急救。女孩惊呆了，可一个保险代理人又找上门，说起保险赔付的事情。女孩这才知道爸爸车祸还撞了2个人，事态居然这么严峻。女孩有点慌了，再回到饭店，却又看到穿着光鲜的一男一女正在对着店铺指手画脚。他们说女孩的爸爸已经同意把这个饭店盘给他们。女孩不相信，3年前饭店刚盖了2楼，光装修费就花了5个亿，现在还没回本呢。可那对男女面色讥讽，轮得到他做主？这块地皮可是崔理氏的，我们是崔理氏的子侄。女孩强硬地把他们赶走，安抚着受惊的弟弟，心中却掀起惊涛骇浪，这个家要完了。这是整个韩国唯一一个学开挖掘机的女孩，连老师都讥笑她。女孩一言不发，直接上车，挂档操纵摇杆，顺利把挖掘机开到指定位置，铲起了一堆土，动作流畅，一气呵成。老师看呆了眼，而女孩潇洒的离开。开挖掘机曾是她爸爸的工作，女孩从小就会，可现在女孩却笑不出来。爸爸抢劫别人逃跑，反而出了车祸，重伤不醒，还撞伤2个人要赔钱。家里的饭店也即将被崔理氏收回去了，还拖欠了店员工资。现在这些麻烦事都压在了女孩一个人身上，她天天跑东跑西，结果连她兼职的便利店老板都生气，直接把她辞退了。女孩连挽回的时间都没有，她先去医院了解爸爸的病情，住进 ICU 很可能脑死亡，再去警局了解抢劫和车祸具体情况。可警察一口咬定是她爸爸经济出了问题，先抢劫再自杀骗保。女孩不肯信，警察也拿不出证据，唯一的根据是出事之前她爸爸更新补缴了保险。女孩赶紧辩解，那是之前爸爸受伤住院，必须补交才能报销费用。可警察根本不在乎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幸好女孩得到了唯一有用的消息，爸爸抢劫的人居然就是爸爸之前的上司崔理氏。她立刻跑去找人，可公司前台一听女孩爸爸的名字，直接变脸，还说崔理氏不在，明显就是撒谎。就在这时，崔理氏正好要出门，女孩赶紧跟上。崔理氏面带微笑，把女孩请上了自己的车。车在行驶，崔理氏却变了脸，说自己当年好心低价出租地皮，现在只是不想继续租了，却被他爸爸持刀威胁，还抢了车。女孩不信，可崔理氏不再搭理他，下车走进欢呼的人群。他
正在竞选市长，口号竟然还是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。女孩没了办法，又去找被撞的人，想知道车祸到底怎么回事。可被撞女孩的妈妈很不客气，不许女儿说出真相。女孩只能假装离开，等女儿落单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这才发现她胳膊上的伤是假的。女孩怒气冲冲，赶紧告诉了警察。可警察一点也不意外，一般都这样操作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女孩心灰意冷，回饭店时天都快黑了。没想到那对男女又来了，还指挥工人开始搞装修。女孩彻底发飙，她拿起菜刀把男人赶了出去，又冲上2楼把女人也赶走了。她抱出躲在一旁的弟弟，去了姨妈家，请求姨妈收留弟弟一晚。可姨妈面色难看，直接问他们女孩瞬间明白，姨父是崔理事的下属，他们是站在崔理事那边的，立刻拉着弟弟要走。没想到弟弟一声痛叫，原来他的胳膊上全是伤。女孩立刻问弟弟是谁干的，可弟弟就是不说。最终姐姐带走了弟弟，依旧睡在已经乱糟糟的饭店。弟弟睡熟了，姐姐拿出了爸爸的手机，一阵翻看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7年前的视频，是姐姐在用脚摇弟弟的摇篮。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爸爸一直留着。突然一段录音吸引了女孩的注意，那竟然是爸爸抢劫崔理事时的录音。那根本不是抢劫，是爸爸在和崔理事谈判，想要保住饭馆。没想到崔理事不但不同意，还想昧下5亿的转让费。他骗爸爸饭店会被盖成高尔夫球场，是公共设施，没有赔偿。爸爸气急，这才慌乱间划伤了一位职员。没想到崔理事吩咐手下直接报警抓爸爸。爸爸一片慌乱，这才随意开了一辆车逃走。而这又被崔理事诬陷爸爸抢劫。第2天一早，女孩气冲冲去找崔理事算账，结果却遭到了狠狠的羞辱。这个女高中生开着挖掘机，直接铲向一栋楼，楼里熟睡的政客惊醒，吓得撒腿就跑。女孩继续操纵挖掘机，想要追上政客，可警察发话，女孩再不停手，自己就要开枪了。几天以前，女孩怒气冲冲找到崔理事算账，而崔理事倒打一耙，说好人难做，自己被讹上了。女孩没有辩解，直接播放了手机的录音。这下同桌的人都知道了崔理事的丑闻，没一个敢出声，全都灰溜溜走了。房间里只剩下崔理事和他的2个手下，他不再伪装，直接让手下拿下女孩，自己伸手抢了手机，用力的掰断，一把扔进了饭碗里。女孩被按在地下，崔理事走近，直接一碗汤浇在女孩头上，还嘲笑她说：“너 후회 같은 거야? 아빠는 자식 새끼들 살리겠다고 빚도 안고 자살하고。”然后扬长而去。女孩失魂落魄回到家，却被一群人团团围住，这都是债主。女孩费尽力气才把他们关在门外，而饭店已经被砸了。弟弟在一旁一点点打扫，姐姐终于崩溃。而弟弟掀开了姐姐的纹身，似乎在说：“不是的，你可是很厉害的。”看着纹身，姐姐终于破涕而笑。第2天，她又去找了崔理事。崔理事正在为竞选市长而巡演，他面带微笑，和选民承诺一定带他们过上好日子，一个个握手，甚至还去握女孩的手。女孩死死拽住他的手，直接打在他脸上，却被抓进警局。走出警局，他又被带上崔理事的车。一个手下拿出一些钱，让女孩不要再闹了。而女孩拿着钱买了1桶汽油，直接带到了崔理事家里，撒了一地钱，又浇上汽油，想要用打火机点燃。可还没打着火，就被保安拦下。崔理事一家又要报警，女孩立刻逃走。她失魂落魄回家，却看见3个女恶霸带着一个高壮男生堵门，正在欺负自己弟弟。弟弟被打，可还是不肯透露姐姐的下落。而姐姐冲上去救弟弟，却被壮男一顿打。弟弟又冲上去想要救姐姐，壮男打够了，和女恶霸一起大摇大摆的离开。姐姐鼻青脸肿，终于打算告诉弟弟实情。爸爸脑死亡了，带他去看了爸爸最后一面。深夜，他把弟弟送到了姨妈家，然后去了崔理事公司，偷了一辆挖掘机，一路开到崔理事家楼下。他指挥挖掘机一下铲上了崔理事家，里面睡得正熟的崔理事被惊醒。女孩继续指挥，挖掘机死死卡住阳台，一阵地动山摇，可惜终究无法撼动这个庞然大物。警察尾随而来，一边疏散人群，一边警告女孩，再不停下就要开枪了。女孩和仓皇逃窜的崔理事对视，越发用力地开动挖掘机，想要追上崔理事，可挖掘机却被卡住了。终于一声枪响，女孩被打中，伤在了后背。警察背着她去了医院。最终民众得知真相抗议，女孩只被判处1年半。出狱之后，她找上了当年被父亲撞伤的男人，终于得知了车祸的真相。爸爸不是自杀骗保，而是为了躲避行人，这才冲出了栏杆。男人和他道歉，当年太害怕了，这才没有说出实情。女孩什么都没有说，静静的离开。不久之后，女孩送外卖间隙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爸爸意外死亡的赔偿金到账。
受益人是他，保险公司还打来电话为他们的失误而道歉。女孩终于泣不成声，不知是为爸爸终于沉冤得雪，还是为爸爸对她深沉的爱。至少她也曾一腔孤勇为爸爸对抗过这个世界。辜负爸爸的不是她。